Hello，皆様、こんにちは、KT です。镜头前是4年前的我，看看以前青涩的样子，只能说岁月不饶人啊。已经迈入熟龄的现在，因为一点缘分，继续待在日本北海道这里。这些年持续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点滴，然后到处跑跑跳跳玩耍。最近开始挑战了一点滑雪。忽然想想，难道我们频道要继续一直拍到中年吗？我其实真的也不知道我们要拍到什么时候。然后前阵子因为我们又推出了自己的一个 project， 所以我想是时候就给自己一个挑战。与其说挑战，就干脆送自己一个礼物，去一趟长途旅行，跟自己对话吧。继续当个老顽童，给他玩下去。然后就让我们看下去吧。到了要租车的地方。这次我算是一个人租2个人可以用的车 ，Toyota Yaris Cross SUV。因为我们家队友也一直叮咛叫我租大车，总共租7天，包全险，大概日币58000。一开始租车公司的人也会带我 check 一下周边车子有没有刮痕之类，不过其实没有太大意义，因为有全险。所以确认过，如果擦到 A 到是不用理赔。不过毕竟是租来的车子，不是自己的，还是小心爱护地使用吧。一开始其实有点犹豫，自己一人是否有需要租到 SUV。不过装一装我的滑雪装备后，车子感觉意外刚刚好。在租车的地方准备了一下，再试开一小段路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。因为是租来的车子，没有开过，真正上路前还是调整了许多东西，座椅、安全带、侧照镜、后照镜、导航等等，都调整到自己要的位置、定位，所有按钮都先试一遍。照个镜子，整理一下。OK， 那我就要准备出发了。一个人的道东7天旅，加油！从千岁市附近租完车出发，会先开一小段快速联络道，然后再上道东自动车道。今天的路程大概是先从千岁东 IC 到阿寒 IC， 一路从千岁市上高速公路开到川路市。总路程大概有263公里多。其实如果各位是搭飞机来会比较疲累，第一天确实不建议开这么远，中间可以停留时胜比较好。由于我早上去取车，路程没有很远，加上是2月中过后才出发，前几个礼拜我都一直在观察天气，如果有天气不好或警报，可能随时取消行程或改期。因为道东自动车道这一段路
冬季天气不好，也常常会通行停止。不管你是走平面还是高速，天气糟的话都一样。我出发这几天天气大回温，仿佛回到春天的感觉，所以我就直接出发了。这一条从稻央连接道东的高速公路，整体对我来说就是窄，许多路段单向都只有一车道，也就是日文的一下线，还有很多对面通行，也就是没有中央分离岛设置的道路，中间只有划线或放几个车柱隔开而已。据说冬季时对向车道打滑对撞事故并不少见，所以要非常小心。虽然去了这几天大晴天，路上没什么积雪，但队友鬼教练就一直叮咛我，即使路上没积雪，也请注意道路冻结情形，特别是高速公路常常也有冻结龟之速限的情形。这一天速限也就80而已，但还是看到非常多当地人开很快，在追越车线的时候从我旁边呼啸而过。在北海道开车，速限常常仿佛对当地人来说是浮云，通常呢加个20到30，对他们好像稀松平常。这里不可能跟大家说，那就跟他们开的一样快吧，这完全就是个人的责任。有时候常常按照速限开会变成路队长。是的，就像之前影片提到，日本当地人不也都全都守法的？队友呢，甚至跟我说，忍受不了逼车就别开高速公路，反正就是无视吧，看他们要逼到哪里，你就等他们忍到追越车线时呼啸而过就好。之前呢，我也看过硬是超车的人，结果打滑撞到旁边去。我真的在高速公路看过故障的车子，他就停在路边啊，车体零件散落一地，就傻爆眼。无聊就是抱怨一下北海道的开车日常。当然也是有按照规矩乖乖开的人啊，就跟你保持安全距离，在你后面或前面慢慢开，那个呢就真的是 lucky。而开过的人请不要说开那么慢，为什么还要在那边当路队长？说真的，不是开太慢，是周遭开太快。一般路呢当然可以停旁边让一下，高速公路呢是不能随便停的，驻停车禁止，不管你是临停靠边都一样，而且非常危险，很有可能造成追撞事故，所以请各位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沿途在镜头后方碎碎念了一下，眼看我们已经快到石胜，这个高速公路隧道真的超级多，然后通常呢都是几公里以上的超长隧道，需要非常聚精会神啊。等一下预计先休息一下。我现在开了快2个小时，我来到了石胜平原 SA 这边。先来这个休息站这边休息，上个厕所一下，再继续出发哦。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休息站，有贩卖机。这个有一个地图，写哪边的这个 SA 这个休息站有这个可以这个加油的，大家要注意那个油啊，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油量先来上个厕所。看一下这边呢，休息站都有一些资讯可以拿有一些路况呢，还有一些宣导之类的。这边可以看得到石胜连峰哦，还蛮漂亮的もしもし。おはよう。出来旅游租车用品不用买太好，随便在大创就买了一个擦玻璃的清洁液，自己也带了一块专门擦车窗的布。平常开车随时保持玻璃的干净跟视线良好，就是我的习惯。在石胜休息站休息小眯一下，继续上路。因为只有自己开车，沿途还是不能勉强，觉得累了的话就休息。除了休息站，大概还有100多公里路程，大概还要开2小时吧。一路上还是继续对面通行。出发这一天天气非常好，大晴天，路面上都没有什么积雪，
但是有几个路段的确有冻结情形。这一段路速限只有70，不过这还算快了，之前还有看过50的。再来又是一个2公里的隧道，第一次开大车 SUV， 这台 Toyota 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进隧道都不用自己开灯，完全自动开灯又关灯，超方便的。想想以后都计划换大车了。这条高速公路就这样出了一个隧道，紧接再一个隧道，再过2公里左右就快到阿寒了，离川路也不远了。虽然日本高速公路过路费真的是不便宜，不过天气好的时候走高速真的是比一般道路还要绕一堆山路快很多。对于建筑道路的人们表示由衷感谢。接下来就抵达阿寒 IC， 也就是道东自动车道的终点了。然后只要再开一小段路，就可以到川路市区喽。映入眼前的即是川路市区了。第一次开车来这里，本来很好奇这个道东最大城市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印象中海产非常有名的地方，感觉这里的渔业一定非常发达。不过进到市区，觉得北海道好像每个大一点的城市也长得差不多。不过在这么远的地方看到城市景象，还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。现在呢，大概下午2点半左右，然后我已经到川路这边啦。那我现在在找中午要吃什么。本来要找一家拉面，好像在丹顶市场，好像没有营业。算了，我就来这个和商市场试看看。这个好像很多人说要来的，反正我也没来过。他们都说要再吃这个顺手冻。それ行きましょう。取りながら OK だから。はい。あんこ、あん肝もあるし、サーモンの北海道。あ。これ1個。美味しい。これ1個。OK、ソーリー。这一趟出来玩的比较小资，本来要吃旁边的拉面，但是没有开，所以就跑来吃这个。我已经夹得非常小心了，却也快2000日币，因为它的汤跟饭都得另外付钱。店员跟我推荐这个500日币的按钮虾，难得出来，还是别计较太多，因为好像热门必吃的，我就来吃看看。到的时间已经下午2点多，市场内没什么人潮。先喝一口汤，有贝类的高汤味，很新鲜。至于它的东西是否对得起这个价钱呢？先吃一口番栗贝看看。是真的蛮新鲜的，因为他们这边可能靠海也很近，都可以吃到一股浓浓海味。虽然整体量感觉真的不多。新鲜度弥补了这些不足。来到这里前，说真的，我对食物没有做太多搜寻。不过下次我会想要找更道地、CP 高的午餐。吃完午餐后，随便在市场内晃晃。为什么我的整体感觉是这个市场感觉比较偏向对观光客，看不太到本地人的感觉。我也吃饱了，店员看到我也不会再积极招揽。哈哈，虽然我也真的没有要买什么，只是随便走走看看，因为出来玩很多天，也不方便买什么鱼货。看到螃蟹，我还是忍不住上前看了一下。这里的店家就是你靠近会稍微喊一下而已。
也不会遇到一直推销的感觉。有时候新到一个地方就是这样，真的就是好奇，喜欢东看看西看看。现在吃饱饭了，要先来加油一下。Enios， 我现在呢，下午呢，在市场吃完午餐之后，然后我现在又来check in啦。注意一下，天哪！哇，现在check in完了，看这个大厅，哇，先拿一些备品，哇，有些东西我自己带的，看我只需要。我 check in 了，来看一下我的房间。哦，不大了，反正呢，就是一个 business hotel。啊，一个人睡绰绰有余。这个应该是单人床的房间，还有窗户。然后这边很简单的厕所，还可以淋浴。哦，这里可以看得到川路的市区。哇，真第一次来这，哇！我现在呢，从饭店走出来，我饭店在那边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呢要去找一个日归温泉。哦，这里离川路车站还蛮近的。因为今天也开了蛮久的车，感觉有点小疲累。饭店没有附温泉，查了一下，附近走路不远就有日归温泉。于是我就出来走走晃晃，顺便去泡个温泉。每次出来玩，晚上我喜欢在饭店外走走晃晃，感受一下当地夜晚的氛围。这里感觉附近也都是蛮多居酒屋的啊。哇！哦，这第一次来这，哇！这次呢，就干脆有点纪录片形式，带大家体验一下个人此行的孤独。等于是到另外一个 hotel 泡温泉，坐电梯到12楼，我要省钱吧。哇！让大家看一下他这个休息室，哇，就是这样子。我现在泡完温泉啦，然后我坐在这边休息一下。然后这个日归温泉呢，它离我住的这个饭店走过来呢，其实也5分钟左右，算是还蛮方便的。我下次看可不可以要在这边订房，但是我一开始订房的时候我是找最便宜的，所以我就没有订到这啦。它这边的那个温泉呢，也有到顶楼，就是屋顶的这个露天温泉，然后也是男女分开的。
然后它露天屋顶的那个温泉呢还不错。然后在这边休息一下，我等一下就要去买晚餐啦。现在泡完温泉，找到这一家。老公跟我说，川路的那个藏记好像很有名。来外带一下好了。据说北海道的灵魂食物藏记的起源地就在川路，在 Google 随便搜寻一下小店就进去了。一进门有点小尴尬，非常 local 的 feel 啊，直接就是吧台，有点小居酒屋的感觉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外带了一盒去骨的炸鸡，700日币。还好老板还算亲切，马上炸给我。再来想再去 Seiko 买点碳水跟酒水。出来玩还是跟待在家里一样，看到 Seiko 就像看到灯塔一样，还是要去补货一下。去 Seiko 买了1000日币左右，还好，晚餐控制在2000日币内。不知道为什么晚餐看起来觉得比午餐还令人满足的感觉。午餐整个吃的没有很爽，晚上又补了一个 Negi Toromagi， 这个鲔鱼卷很特别，在我家附近的 Seiko 好像没卖。搭配饭店的电视，今晚是一个人 hotel 孤独饭。即使这样，还是要跟镜头前的大家干一杯。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小妹的支持。话说频道到现在也都一个人旅行蛮多次了吧，习惯就好。话说这个人喝啤酒就喝啤酒，还一定要加冰块。但是各位可以试试这款啤酒加上这款软水冰杯，一口下去真的畅快啊！今晚呢，就是一个 Osan style， 自己出来玩又没有别人，就不用顾虑这么多了啦。来看看2个日本爷爷开的炸鸡店的炸鸡，我真的是完全没有特别查，随便手机搜一下，觉得不错就去买看看。哎呦呦，看这个金黄色的模样，应该是不会让人失望吧。旁边还放了一个好特别的酱汁。日本的炸鸡吃过很多，最怕就是超市卖的那种干干又油油的死咸炸鸡。这里炸鸡起源地卖的现炸炸鸡，味道会如何呢？一口下去蛮 juicy 的，不会死咸，也不会太甜。我很怕吃到那种有甜味的。它的调味刚刚好，酱油感觉也没有加很多。粉也不会裹很多，薄薄的，肉非常软嫩又结实，不错不错。再来试看看这个小妙平酱汁，它的酱汁有生姜又酸甜的感觉，真的不错，我给个赞。再来吃个生尾鱼卷，补个碳水，再补个酒水，就差不多结束今天这回合了。虽然我也不懂我想表达的是什么，反正就是一种随性放松的 style 吧。出来玩虽然要拍片，但一半呢也是有点脱离日常的感觉。大家如果一个人去住饭店，会滚个床吗？听起来虽然怪怪的，我是说滚个床，试一下床的弹性，滚一下一整天开车绷紧的这个肌肉跟筋骨啊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自驾行 EP1， 避免片子太长，我们下一集继续哦。See you next time.